个人去看女同志片。对啊，我觉得很棒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 Lexi， 这是我在台湾拍的第一个影片，然后这是我的房间。其实我这次回台湾主要就是想要过年，然后我是一个很讨厌过年的人，因为我有点闷骚，然后我的亲戚就是有点 over， 所以我亲戚小孩应该都蛮讨厌我的，因为我小时候都不跟他们讲话。然后今年过年我就想要改变这个局面，所以我就找了一个人很好的表哥搭讪，然后还逼他一起跟我拍影片，跟大家打个招呼。好，大家好，我是 Lexi 的表哥 Oliver。所以我今天会找他一起拍影片，是因为他过年的时候帮我们挡了超多子弹。这是产业。我的亲戚连那个就是高中刚毕业的表弟女朋友照片都被挖出来，然后像我这种又单身又 gay 的就很想死。真的我也超想死。你为什么？因为我也单身。真有的意思吗？今天表哥跟我要拍一个影片叫做 Family Tag， 然后我们会回答网络上面的一些问题。第一题是用一句话形容对方。我先。好，你先。文青大男孩。文青大男孩。好，我原先以为 Lexi 是一个文静的小女生。文静的小女生，在看我的影片之前，再看看她影片。我过年搭讪她的时候，才把我的频道给她看。这是超级惊人。超级惊人，原本就是很那个。对，我完全没有想到 Lexi 是应该是古怪的小女生。第二题是最喜欢的一部电影。就是我平常都是看电视剧啊，我很少看电影。对。但是我最喜欢的一部电影，你好像也很喜欢。对。The Perks of Being a Wallflower。那时候我看到你在脸书上面按赞。对。壁花男孩，台湾版。台湾版壁花男孩。你最喜欢的是什么？我最喜欢 Fight Club， 台湾版斗争俱乐部。为什么你喜欢这部？因为这部很帅气，很后现代。哦，我喜欢壁花男孩是因为Emma Watson 很喜欢他。很正，大家一起祈祷他是。为了我吗？对，为了你。然后我又很喜欢他的音乐，因为那些音乐就是我高中的时候蛮常听的，所以就有种好像是讲我一样。可是大家应该都有这种感觉。对 ，Everybody。就是 Story of Everybody's Life。 Yeah。然后你最喜欢那部电影？布莱德比特和爱德华诺是吧？就是演得很好的那种。演得超好，大家一定要看。我表哥超级电影人的，就是前几天我们去博二看《丹麦女孩》，我看完那部电影回家之后，就有女生就是留言说她在博二仓库看到一个长得很像我的人，我就想说去看《丹麦女孩》的人应该要么就是 gay， 要么就是支持 gay。所以对，那女孩就是我没错，跟我打招呼啊。下次可以直接跟她打招呼。对啊，不要害羞。然后那个我表哥就是那天有跟我讲一些影评，你讲看看《丹麦女孩》怎样？就是我觉得《丹麦女孩》有点可惜，是我觉得它还是一部拍给异性恋看的一部电影，所以它很多的画面啊，很多的台词都还是在大家比较能接受的一个潜水剧，对，所以我觉得是有点可惜。你说你一个人去看女同志片？对啊，我觉得很棒。我表哥很喜欢看那个 Blue is the warmest color， 那个蓝色是最温暖的颜色，法国片，超不红的，但是女同志都很喜欢。那部真的拍得超好的，虽然我不是 gay， 但是我真的超喜欢那部。我在美国的法国室友都没有看过这部。下一题是猜对方喜欢女生的种类。我知道表哥那时候我们去盐城区，然后他要去报一个摄影展，然后我们就去一间很文青的小书局，然后我表哥就还蛮喜欢那个店员，就是要很文青，然后要很学运的感觉，要反核，然后要养一只很大只的狗，就是盐城区桂纶镁。我表哥单身，不一定要狗啦，猫也可以，就是要很可爱的动物就。对，你身边要有小动物。所以我喜欢哪一种？你喜欢？我一开始觉得你喜欢应该是那种朋克风格的，就是不知道为什么他这样子。我一直觉得 Lexi 是内在很澎湃那种女生，所以有吗？你刚刚不是说文静小女？那是我在看了你的影片之前，所以看完影片之后，我就是喜欢朋克。对，我就觉得你是 rock。就是我不喜欢，也不是这样子讲。对，你不能让他们喜欢。对啊，如果你长得很像田馥甄，但是你朋克心理风，我可以。田馥甄一点都不朋克心理风。没有啦，我喜欢那种贴心，然后很聪明，然后贴心很文青。那你为什么那时候在书局不喜欢那？我不知道，我想说让你聪明啊。我不知道，就是因为他在书局。我也觉得你蛮聪明。你是高材生吗？他就是那种念我不是高材生，然后还念政治系，然后最后改拍电影的那种
李安的感觉。没有道理那种感觉。那么腼腆干嘛？下一题是猜星座。好，猜星座。我跟星座真的超级不熟的，所以好，我们乱猜好了。我猜你是金牛座。金牛座为什么？因为牛就很温吞的感觉。对啊，我是一点都不温吞的人。所以你是什么？好，我是牡羊座。羊也蛮温吞的。被骗。牡羊座的个性是什么？温吞。没有，牡羊座的个性很火爆，很积极，很有冲劲。你根本就不是。好。可是羊很温吞的，为什么？我不晓得。好吧，那我是什么座？我猜你应该是巨蟹座吧？不是巨蟹。不是巨蟹座，那天秤座？不是，天秤座。我们家族好多人都是天秤座。天秤座不是都很漂亮吗？我听那些天秤座的人自己说。所以自己讲吧。我是双子。哦，双子座。对啊，就是其实私底下是一个很闷骚的人，但是我唯一的好朋友就是镜头，所以平常都没有朋友。对啊，所以很双子嘛。还好不是 AB 型，不然我就疯掉了。精神分裂者。讲一个自己的怪癖。好，你先讲，因为我想说要讲跟你差不多 level 的，不然就是我会很丢脸。好，我的怪癖是面对到很多人目光的时候会非常的不自在，会想打嗝或者是想放屁。为什么？难怪你没有女朋友。真的是超囧的。而且你不是常常外拍吗？那些女生不是都还蛮漂亮的。外拍啊，是蛮漂亮，所以对啊，应该就是不太敢搭讪的大男孩。对，我都躲在前面一排人，然后我都躲在后面。还是因为你外拍的 model 都不是书局女孩的那种。但我可以跟你分享，我第一次外拍的时候是超级尴尬。对啊，你好像有跟我说过。真的超尴尬。他第一次外拍的时候，很像在叫女人。真的，因为那时候我就要约女生拍照，然后就不知道怎么开口，所以我第一句话就直接问女生说：“小姐，1小时多少钱？”1小时。1小时。我跟他没有血缘关系。真是超囧的。所以那女生说什么？那女生。她说1000吗？没有。她多少钱是正常？我不知道。没有，那女生其实也不以为，因为他们是专业的model。专业的 model。还是不要这样子问人家的，我希望。真的不要这样问人家，真的超糗。所以问题是什么？讲一个自己的怪癖吗？对。哦，我的怪癖就是，我从国小的时候就一直抱同一个枕头睡觉到现在。而且我之前说过，就是念书的时候，我还把我的枕头塞到行李箱里面，差点超重。然后我也有这个怪癖。最后一题是我们有什么共同点？反正我们都会抱枕头睡觉。好，我不想讲那个。我觉得我们两个都是不务正业的人。我表哥，你看高材生拍影片，然后我的话是跟工作比起来，我比较喜欢拍影片。大家都爱拍影片嘛，然后大家都很让父母失望。就是你知道，在跟爸妈喊话，我不想。没有，自己猜拍这种很 low 的影片，然后还在那边觉得自己，你以为拍这影片可以得什么奥斯卡？绝对不行。但是你的梦想是金马。你那时候过年的时候不是这样说？但是我也要挡3姑6婆的。所以跟那个问女朋友比起来，你比较想聊金马。金马，我可以跟你说，今年金马我喜欢哪几部片？好啊，你说。我蛮喜欢《醉生梦死》。我跟你说，我什么片都没看过。都是台湾的吗？下一题。没有下一题了。今天很谢谢我表哥跟我一起拍影片。然后你在不二有一个工作室对？没有，我们现在搬到数位创意中心去。在哪里？数位创意中心在盐城区图书馆。反正也就是那个。对，在那盐城区附近，我们的据点都在盐城。文心书局附近。对，在文心书局附近，积水湖海鲜等月。哦，是吗？所以那 gay 啊，你知道？哦，拜托。那你比较有机会。对，我比较有机会。我们2个一起去搭档。不要，没关系，那给你，你知道吗？干嘛这样？真的没有了，你很漂亮。东区不是东区，盐城区桂纶镁。对，盐城区桂纶镁。我表哥抱狗来找他。拜拜。好，大家拜拜。